近川普频频在喊话，就是一下子要巴拿马运河，一下子又说要买下格陵兰但是大家也不是第一次提这件事情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动作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格陵兰在这边，在美国的这个上方，格陵兰，他说应该要买下格陵兰，然后拿下巴拿马运河。他其实在透露一个讯号，就是美国要再度扩张海权嘛，他想要掌控这一个美国的海权优势所以该买下来要买下来，该拿回来的要拿回来当然，你看巴拿马也好，或者是格陵兰也好，都不想理他，就说没这回事那你看格陵兰的总理就讲说，格陵兰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卖，而且永远不卖，我们不会失去长久奋斗而来的自由事实上，川普上一任他就已经提过这个事情。我们捞出了 BBC 2019年的这个报道，为什么格陵兰变成了一块热土所谓的热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特别看上格陵兰呢？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岛上有丰富的这些稀土矿产当然呢，它也是看在这个格陵兰位在北极圈。二战之后呢，美国其实在岛上有设立空军，还有这个雷达基地，而且呢，它也是欧洲到北美最短的一个路线它可以透过格陵兰就到了这个欧洲所以它不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距离，它可以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它直接从格陵兰这样过去欧洲，其实是最短的路线那现在呢，其实包含了像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对于北极圈这一边的兴趣也是扩大了，所以增加了格陵兰对于美国的价值。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也是要推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架构北极同样现在目前也是这个战略重要的环节，所以北京也是讲出来说接下来要建立冰上丝绸，要冰上丝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看到了当然川普也是感受到这个中俄的一个你们也想要进军到北极圈嘛，所以他现在又喊出来要买下格陵兰这件事情那另外我们看看，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呢，他现在的重点呢，就是要扩张这个陆权，也就是说在这个走陆路上面往欧洲也好，或者是往这个东南亚也好，或者是往中东的方向也好，都要透过这个铁路的方式中吉乌铁路现在大家在关注，因为延宕了27年，终于中吉乌铁路在12月27号即将要开工了，预计在2030年完成。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到说，这个中吉乌是对于一带一路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全长是523公里，一旦完工的话，中国大陆可以从铁路来延伸到土库曼伊朗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一路延伸过来到中东这边，通通都可以连接，然后连接到欧洲所以这个中吉乌铁路是大陆通往欧洲跟中东最短的货运路线。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目前的统计就在中吉乌铁路都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中国大陆11月这个通过铁路完成的货物发送量已经达到了3.5亿，增长了 5.5%。 中亚呢，它在地理上面呢，其实是西到里海，然后东到中国大陆的新疆，南到阿富汗，北到俄罗斯的一个广大区域，就是这个中亚区域那它其实处于心脏地带的核心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在2013年开始就积极的经营中亚地区，简单的来说，它的西进战略就是中国可以转向欧亚，然后回应美国的重返亚太。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吉乌铁路往中亚的欧洲、中东的这样的一个连接。那对于东南亚来说，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铁路现在2025年底。越南也将要建新的铁路那这个铁路也会跟中国大陆的云南来对接。那这个路线呢，是从老街到河内到海防那这样子全长是417公里，等于说是连接大陆的一个国际运输路线。那越南总理范明政呢，他其实也去看了一下，就说希望这个项目呢，必须在2025的12月来开工建设，也就是说明年的年底前，未来这一年可能在积极筹划当中。那之前的延宕其实来自于说日本它本来就是想要来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地铁的建设，那本来是2007年获批2012年开始建设，总共投资超过了125亿。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断的延宕，因为规划的不周延，加上资金没有到位所以越南跟日本承包商之间一直都有纷争，所以现在总算是变成了对接到了中国大陆
去，由中国大陆来一条龙式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设。那其实东协啊，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24年前11个月中国大陆跟东协的贸易总额是达到了6.29兆人民币，同比增长了8.6%。那中国大陆也跟印尼有共建这“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就是亚万高铁也让印尼进入到了高铁时代。那跟马来西亚、湄公河国家呢，也都有这个双边共同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所以现在看起来，跟东协的往来，还有这个等于说东协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势头也是越来越强劲。那这也是展现出来这个陆权上面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美国感觉很难打进来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川普要买格陵兰这个我觉得符合他的个性了，因为他其实在选举的时候，他以前也不断推崇那个杰克森第7任总统Andrew Jackson，他很喜欢 Andrew Jackson， 甚至他办公室放他的画像。Andrew Jackson 他是一个军人打过很多战役。替美国呢也并编了很多州，他那时候是西扩的时代。杰克森民主我们也知道他是扩张型的民主，他希望能拓张民主，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杰克森在他的任内说他要兼并 Texas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德克萨斯还不是美国那个联邦的一个州嘛，所以杰克森说我们要兼并这个 Texas。川普觉得这个道理很好，所以他觉得美国领土要扩张只是他不是用军事啦，因为他知道军事太花钱了。他用商业，所以他会说我要买格陵兰，然后跟丹麦说，我要买格陵兰，所以他派一个新的大使去丹麦大使说要买格陵兰。这个东西反观来看中国大陆在做这个所谓外交的时候，他们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说，这阵子这个裴青山就越南副总理到了北京跟王毅会谈，他们签署了跨境标轨铁路合作项目，简单来讲就是讨论如何要加快铁路的建设。然后他们其实举办了一个所谓的3+3，就是国防、外交跟公安两边的3+3会谈，在里面呢要确定了就是铁路合作，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所谓老街河内海防铁路的建设项目，要确定下来，而且要加速。其实中国大陆在越南的这个所谓铁路或者是我们讲的有轨外交做了蛮多，可以分3块，一个叫捷运，一个叫铁路，一个叫高铁那捷运现在是越南有3条了，其实河内有2条。一条是中国人帮忙盖的，一条是法国人帮忙盖的。胡志明有一条新闻刚出来是刚开幕那也是刚开的但是在捷运之外呢，铁路是中越之间合作最多的。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最大的问题点是中国跟越南的铁路轨道不同中国是用1435不是1435米的这个厘米的标准铁轨，越南是在1000厘米的铁轨。所以如果你要帮忙盖越南铁路，甚至你讲说河内要跟云南的铁路接下来对接的时候，那这个铁路的对接标准化，还有一些机械工程，两方要谈好，你这样才能作为对接嘛。对，所以这一次我想这个3+3的会议，这个铁轨工作会议，我想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还提的就是，除了这个越南老街河内海防这一条之外，另外还有2条，中国跟越南还要继续去做，然后合作，就盖3条铁路。那我们要看的是，那高铁其实越南也很想要高铁，毕竟你从河内到胡志明几千公里啊，3000嘛，那个很长，而且平均要花30几个小时。如果你坐铁路的话，如果你盖高铁，大概是5个小时。那2012年越南就在想说要盖高铁，问题是要600-700亿，那个时候可能500多亿，现在通膨了，更贵，要600-700亿美金的资金，越南筹不到。好，最主要是筹不到，他要就去跟日本人谈，跟韩国人谈。越南这个盖铁路、盖高铁，喜欢跟各国人谈，也找中国人来谈。但是你知道越南本身国内的这种我们讲，不管是竹子外交也好啦，他们对中国又爱又恨的情节也好，让他们不敢真的开口说中国人麻烦给我们一点钱，让我们盖。但是目前谈起来是中国可能会帮助越南在高铁项目做蛮多的事情。那这样子，中国在捷运、铁路跟高铁3方面会跟越南有蛮多的交集跟合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好，请教苑老师。首先呢，我必须强调，这个川普既无知又傲慢，简直是无法无天，像流氓一样。2次大战之后，最重要的所有国际中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对于他国的领土没有诉求。这个是什么？对于这个格陵兰呢，讲了5年了这个是丹麦的属地，人家自己有自己的总理然后呢，对于这个巴拿马的运河还想尽办法想办法搞进来
那对加拿大更是羞辱到极点了，就直接称人家为州长这个其实原则上来讲讲这话不晓得是开玩笑还是真的，但是你说了太久以后就会发觉美国真的是不值得信赖我觉得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引以为耻就是说你有选出这样的一个人当领袖以后就破坏世界和平你要了解美国人要土地，他是要你地上的资源，他不要人的。最想当美国51州的是菲律宾1亿多人，要不要？你要不要？对不对？他提都不会提就这种观念的话，基本上只会对我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这种情况。另外我要讲就是说是这个铁路中亚的中吉乌铁路这个盖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跟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在中亚的地区他们是原来苏联的中亚5国了，有5个斯坦国，他们的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呢，长期来讲，规划了27年没有成立的原因这个铁路没有一直到今天，现在27号，今天都几号了？今天24号了嘛，再过几天就要开工了。能够开工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借着美国本身拜登嘛，希望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冲突一冲突以后的结果，就是集结所有的西方的力量，突然让普丁明白了搞了半天想当欧洲人是个梦一场那发觉的话呢，只有掉头转向东方所以这个事情突然就成了，因为现在在中亚当中空下了一个很大势力。原来俄罗斯是对于这个领土俄罗斯对于领土是另外一种概念就是领土的话拿了以后就越大越好，越大越好，拿了以后绝不放松的那么现在即使是苏联后，这个俄罗斯的话呢，不能管到中亚的情况下来讲，他也是不愿意放松，他也不会轻易的松口。但是现在松口的原因就是说大陆现在借这个机会就马上开通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里，发觉中亚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越南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有趣这越南本身来讲就前一阵子越南跟韩国还为了到底是 Chinese New Year 还是 Vietnamese New Year 这吵了个半天越南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国家本身跟中国的关系它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中国的控制。大家都知道广西跟越南接壤，为什么这次铁路要从云南过来呢？那就是越南发觉本来很高调你要给我钱给我技术什么的，后来现在的话呢，突然发觉那个辽国就是老挝的话呢，他们本身都已经铁路通了，羡慕了，发觉不得不走这条路，所以跟云南接在一起。那但知道这3000公里的长嘛，就是从这个河内到这个胡志明市，它也是需要高铁的。好，请教郑老师。我先呼应也是挑一下那个袁老师，我就稍微不同了，就是说，那个川普当然是这个嘴巴很贱的，不过这个家伙就是个真小人。他就直截了当说：“我要你的领土，包括巴拿马，凭什么他把人家运河弄回来？”不过我看到这个是商人，他就是这样，本来是0，他忽然间跟喊100都是他的，最后折中，弄到10、20他都赚。拜登是比较贼了，满嘴仁义道德都是尊重什么，事实上他实质上都是侵略跟侵犯，所以2个比起来拜登更不是好东西。但川普这个东西，严格讲就很好效果是。这个格陵兰也跳起来了这个刚刚讲加拿大也跳起来了，这个巴拿马都跳起来了，他就是生意人嘛，他就个极限施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们提到说这个美国的海权，严格讲，我们因为都从这个赤道去看地球，如果你从北极看地球的话，这个格陵兰包括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严格讲，美国是在中国大陆北边它那个距离说真的是不是那么远，战略上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认为川普事实上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大过战略，他整个战略是在收缩，他现在要把自己养壮养肥，后面再说。那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我们提到说陆权的扩张，严格说起来真的是很悲哀了已经冷战苏联解体这么久了，已经过去那么久，可是这个结构不是那么容易的。照说台湾应该是反美的急先锋，如果今天台湾是反美的急先锋，老共可以解除多少的压力？结果今天变成什么？变成反共反中的急先锋，那老共没办法，就没办法轻易把台湾解决，他不得不本来中国大陆这个边界跟邻国在全世界相较起来是非常多、非常复杂的，再加上台湾这样子，他不得不从长计议。所以冷战之后，刚刚这个岳老师讲，越南很难搞的，理论上他本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忽然间跟美国好的来对付中国，但是倒过来讲，像泰国、像马来西亚、像印尼这些，过去都是在冷战结构之下，比较跟美国走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有不一样的想法。刚刚提到那个中老铁路，那个从这个老挝这个直接下来到辽国，越南就急了，不止这样
中共还跟柬埔寨把那个湄公河下面还搞个运河，是用的，我要讲说用了很多的心思，用了很多的布局，用了很多的战略，才能够慢慢把这个所谓的陆上的这个南亚的关系呢，东南亚跟南亚跟东南亚的关系，一步一步慢慢从美国全面的包围掌控，慢慢把它调整过来了。包括印度最近也好一点，前几年那拜登那个时候，川普的时候，忽然间抓狂，天天跟美国人联手就要对付中国。所以说，这个事实上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台湾关键要看清楚局势。真的，我如果认为台湾今天变成反美的急先锋，在人类未来这个国际发展史上、政治史上，就会留下一功。天天还在当老美的刺头，对着中国人去。我说这个台独啊，是坏到极点，又笨到极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江老师了不起。好，美国呢现在又要对于中国大陆启动301的调查哟。他们说要对于成熟的晶片进行新的一波调查，涵盖了像是洗衣机啊、汽车啊这些晶片哦。那这个是拜登等于说临去求薄，又赶快说啊，我们要启动这一番调查，然后再交由川普来决定说，这个调查完之后，看看你是不是要课征更高的税呀？好像临走之前还要再出招哦。那我们看现在目前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说，感觉起来啊，是不是也是卸任在即，然后就说了一番大实话。他说用晶片的禁令阻挡中国是白费功夫哦。看起来好像，唯一这个领先中国大陆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必须跑得更快，创新超越他们，这才是获胜之道。嘿，你现在才觉悟嘛？这个事情就是你一直在卡人家脖子，只是让中国大陆跑得更快哦。但是呢，现在这样的301调查，中国大陆商务部回击哦，就反击说，这样子其实是一错再错，将会扰乱跟扭曲全球的晶片供应，其实也会损害你本身美国的企业跟消费者的利益啊。而且呢，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有一些学者或是这个研究员就讲说啊，美国先前呢就是认为中国大陆发展的太快了，才会在2018年开始打压中国大陆企业。从那时候开始呢，中国大陆就坚定信念说，一定要做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不能给人家卡脖子啊。那所以目前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压力之下，所以他们才会发展的如此的快速。那再来，川普不是讲说中美可以联手吗？苏利文出来讲一些酸言酸语啊，他说两国谈不成什么重大的生意啊。这同样就是感觉这个川普跟这个拜登两方在交接之际好像这个拜登的这个团队呢都还要放一些话或是做一些动作。那英国媒体提到了，他说现在大陆加速晶片的自给自足美国的企业面对到关键的这个矿业禁令反倒是毫无招架之力。你中国大陆呢，现在被你美国限制之后，那晶片自立自强，但是中国大陆如果反过来限制这些矿产资源的话，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统计呢，其实2022年美国的镓呢是100%依赖进口那中国大陆其实占的最高的比例。那锑呢依赖度更是高达了82%。那这82%的这个进口量里面，中国大陆占了63%呢。哇，那所以呢，你现在接下来如果中国大陆对你用这样子的一个矿产资源的反击跟限制的话，那当然这个决定权恐怕不是你美国可以说的算了。所以路透社就讲得很悲观讲说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选择周期表上哪一个关键金属来做反击了。那所以美国真的吃得消吗？有评估过这事吗？那还有这个汽车产业也现在是一个全球大洗牌的状况。看到未来汽车的创办人李斌提到了100年前美国其实有1000多家的汽车企业那最后剩下几大集团。但是呢，现在全球来看前10名的车企这个接下来在2035年应该有前10大有一半会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呢，现在已经到了新能源的时代了，美国还没跟上这样子的一个脚步哦，日本、德国也是跟得很辛苦啊，韩国现在已经被甩在后头了，所以这样子的大洗牌，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比亚迪的这个鲨鱼哦，也在澳洲这一边被评估为是年度车大赏哦，超过了4000份的这个定金，还有15000多份的这个意向哦，所以哇，它不只是那种一般的房车在世界各国大卖哦，就连这样子的皮卡车也是卖得非常的好。那美国的电动车厂倒是传出了放无薪假的消息，公司账户只剩下2000多万哦，现在这个员工面临到这个跨年很难熬。那还有特斯拉也出现了问题啊，上周股价连3黑，因为它的胎压出了问题，在这一波竞争当中，好像只剩下特斯拉还在这一个赛局当中哦，只是看起来好像赢面也是有一点越来越少的优势哦。还有英国的前大臣提到了，应该是要接受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或者是他们的电动汽车技术因为现在全球都看到中国大陆的在新能源车的影响力哦，你到底是要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合作？其实现在欧美的意见都是分歧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苑老师怎么看。首先呢，我必须强调这个拜登不晓得怎么回事这个11月5号之前大家都认为他老人痴呆了，结果后来一选完以后突然好了好的不得了什么坏脑筋都有了就是最近有传闻说他从来没干过总统，都是底下的幕僚帮他出点子，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太危险，因为的话呢，就出一大堆坏点子然后呢又不是他自己的观念，那到底是谁的那对全世界的和平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随便举个例子吧，那个乌克兰这事情呢，因为那个川普人家讲好了嘛，就是说是这个太疯狂了嘛，死这么多人，24小时内结束那个拜登的话呢，刚好相反，给钱、给武器、给地雷还给了那个什么陆军导弹什么的那乌克兰更厉害，拿了就发，拿了就炸，乱搞那基本上的话呢，把俄罗斯的附近完全搞得暴怒那最近暗杀情况下，乌克兰国家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了。那这种搞法的话呢，那所以说产生了这个拜登现在最麻烦的叫什么叫成熟晶片呢？什么叫做成熟晶片呢？我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你这个一般来讲呢，成熟的话呢，就是说是你像什么洗衣机啦、电视机里什么的，有时候现在今天过圣诞节你现在有一种圣诞树是人工智能，大家一来到它圣诞树会记下来欢迎你来这个都是成熟晶片这种东西呢都是100-200奈米以上的东西就是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这个基本上就是产品嘛，像家户都有一个什么扫地机器人然后说什么家里的话呢，什么冷气机什么，然后那个人不在的时候可以之前的话呢，你人还没到，冷气就开始响了，就开始做了什么的，就是大家很舒服嘛。所以我觉得雷蒙多跟苏利文是真的是很不要脸的，现在到这马上就要滚蛋了，还要在那边讲话。尤其是那个雷蒙多讲说，哎呀，这一切都没有用那个苏利文的话讲说，什么跟就是说我们都办不到事情那个川普也办不到。苏利文跟布林肯两个人，哎呀，装模作样的跟大陆接触了多少次那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大陆早就看穿了，这实际上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大陆必须要自立自强那个雷蒙多有一句话他没讲他说我们现在做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拖延大陆的科技发展。刚好相反，他现在的做法是促进了大陆的科技发展。为什么？因为你要阻止他不卖什么高端芯片什么的但实际上讲起来的话，首先第一个，你传了这么多高端芯片这么贵，要卖给谁？黄仁勋的芯片一个200多万，你要卖给谁？然后再者的话呢，你认为说中国人就没有这个能力做得出来吗？6个月、8个月是做不出来的，3年5年呢，对不对？你现在要想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话呢，情仇敌忾，民族主义大爆发，就大家一起好好努力。我现在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新能源车王传福今天公布他们从卖第500万辆到第1000万辆，总共才15个月你看看这个趋势，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了解到。比亚迪里面的话呢，物美价廉不说，有好几个系列，你所有的。另外最重要的是，它不是只有新能源车，要搞清楚它是有传统车油电混合新能源车，人家啥都有原来是做电池出身的。它这种发展的方向的话呢，跟这个环境有必然的关系，越打压越强。现在的话呢，到处都是这个汽车只是其中之一我都不要讲什么无人机或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在整个发展越打压的话呢，压力越大，反应越强。好，请教吴老师。
拜登这个灵去秋波哈，要在这个我们讲成熟晶片上面对中国再继续下重手。其实成熟晶片我们讲就是7奈米以上，大概10像16、28奈米这种的，然后大量用在我们讲的，比方说电动车啦、洗衣机啦这种家电用品。那你现在课他们关税哈，他们也说要课关税，那你会让美国的一些家电又上涨。那其实他要看怎么样去抗通膨啊。那当然我们有一说法是。美国不断在用小院高墙掐中国的脖子，是不是让它更弱，还是让它更强？其实举一个例就好了嘛。2019年以前我们讲美国开始对华为进行所谓的把它放到实体清单，说你这个走后门有治安疑虑，对不对？结果华为在2019年出的，我记得是 Mate 30吧，它里面的晶片已经没有一个是西方晶片了，全部是国产啊。所以代表说，如果你越近它可以加速自己的不管是研发或生产，这是有一些动机可循的。那当然，其实这个拜登任内，他看到这个情况，他一定要继续加速，所以他在我们讲不只是成熟晶片，他在高阶晶片上面对中国进行一连串的这个打压跟限制。我有做一些调查了，比方说2022年8月他禁止这个辉达跟超微对中国销售这个高阶的 AI 晶片，他的禁令就开始了。然后2023年隔1年之后呢，他就在3大领域上面禁止美企在中国大陆投资，比方说我们讲的半导体量子科技，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这3个领域，美国企业不可以在中国投资。这2023年8月的禁令，到2023年同年的10月，就是因为 NVIDIA 发觉这个他要赚钱，所以他要卖降规的晶片到中国大陆。拜登说不可以2023年10月不可以，你不能可以卖降规的。到了今年的3月，2024年3月。他已经那个网收得更密了，因为大陆要晶片，那怎么办？他从第三地的这个西方的晶片进去，拜登也说不可以，他禁止第三地的晶片晶片从第三地流进中国大陆。所以你可以看到小院高墙政策，拜登不是喊假的，他是方方面面政策不断的推行，这网越收越密。那当然他就是要卡中国在科技战的脖子啊。因为其实他们整体的概念思维就是美国在对中的实力对抗上面，现在已经进入到科技实力。其实2强的相争，我们讲传统实力的相争，权力转移理论里面，我们讲传统的国力呢，现在进入到科技战、科技实力，谁能掌握科技实力的巅峰，谁就能掌控科技这个国家总体实力。因为你军事、外交、国防方方面面都要用到晶片，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权力竞逐在美中之间会非常的明显。好，来请教郑老师。美国这个新旧政权要交接了所以雷蒙多这个时候才讲真话，说制裁中国根本就是白费功夫。这个沙利文也灵去秋波，也讲了那么一句话。沙利文是什么东西？我是觉得一般当然是解读说他认为拜登在未来不可能跟中国谈出什么重大的交易，你可能把它理解就是经济或者外贸。可是我记得，因为沙利文这个有个特殊的过去的。他有个背景，他早年在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是他的顾问，他曾经因为危机解密露出那个他们的私下的通讯，他跟希拉里介绍说，可以用卖台湾来解除美国的外债美债。希拉里说好主意，聪明，所以他们2个曾经有过这个构想，有没有去执行不晓得。所以他这个我认为不只是一般的贸易上的说不可能。当然，大家都认为川普是在什么加税啦，各种各样的贸易经济手段。可是川普也是个交易的高手他会不会在想说，真的把台湾卖了，解决美国的一部分的问题？说不定有这想法。那他们互相之间最了解了，虽然他们是敌对，互相知道底细沙利文最近走之前才去的中国大陆，他搞不好摸一摸说，这不可能，说不定是放这个讯号。那至于真实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我认为，现在说真的，当年希拉里他们需要，中国大陆现在是不太需要以前是不得已，好吧，能用钱解决，那至少不必大动干戈。现在他现在的军力，包括台湾已经是囊中物了。你美国现在要来跟他谈那个东西，那大概就是贱价，很便宜。那个拜登这个川普这个当然不会接受嘛。所以我是觉得他下面隐含的这个东西，那就是鼓励竞争。所以他意思说，川普你不要想跟中国大陆表面上竞争，私下和解，最好就打到半死。他们当然是希望这家伙是不安好心嘛。但是中国大陆这个地方说真的，他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长期的战略跟长期的战略的定力。你讲到这个汽车的竞争，这2天有个最新的新闻，我们以前在台湾最夯的是日本的车是不是？Toyota是吧？
最近是Honda跟那个尼桑在谈合并了，对，那不得不合并了，因为他搞不下去了。而且不止这样，连30都考虑就加入。他们如果合并成功，就变成全世界第3大的这个汽车集团。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公园是孙成奇，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翟轩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前总统，他去到了中国大陆的访问哦，然后他也在那边提到了，他访问成都的时候批评了民进党哦，因为民进党现在不断的在操作去中国化。他说去中国化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语言，还有这个情感共鸣哦。多数台湾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都有极其坚定的信念。那民进党的政治操弄导致中华文化在台湾面临危机的处境哦。我们这一代青年必须要拨乱反正，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都注定不会成功的。那接下来他还要争取说，看看是不是还有新的熊猫，新生代熊猫可以再来到台湾。因为过去呢，大陆有赠送台湾2只团团圆圆，然后还在这边生下了营养嘛，那也象征着两岸的团圆交流和平。那他说未来几天也会在四川这边去看看熊猫。那他说虽然是民间单位但是也是希望四川相关的单位来这个就熊猫交流了，看看未来能不能有更多的新生代熊猫再来到台湾只是说现在这对于民进党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扯统战接下来熊猫来，不知道是不是又要扯哇，这是来统战我们的这是不是第5纵队扮演的，还是说人套的熊猫皮来的？就他们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言论你都很难想象那再来看看这个第一岛链的比拼现在目前美国的媒体讲到了，他们发现这个解放军订购了100万架自杀式的无人机，几乎垄断生产线要求在2026之前要交付。那也凸显出来中国大陆对于无人机系统的快速扩大投资，还有融入到现代战争的情况那另外他们说从卫星上面看到了辽宁舰重大升级。他说呢，发现在飞行甲板上面的后部增加了一个新型武器升降机那这个升降机的尺寸大概是6×2米装置的位置距离舰尾大概是3.5米左右，那与飞行的甲板交界线相接。那未来可能是可以搭载这个歼35舰载战斗机。那另外五角大厦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有提到说，现在好像有发现一个新型的这个歼击轰炸机，叫做歼轰26。他说现在是在研发这样的一个歼击轰炸机所以他们就推测它应该是叫做歼轰26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到说，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今年开始要换装新型的2栖作战车。美国的印太司令就宣布这个车现在已经目前在冲绳完成了首次水域登陆演训所以美国这边的动作也挺多的已经在冲绳这边在进行这种登陆战的一些演训作业但是冲绳的民众很反感他们就在讲说，现在这个就是美国驻日的一些美军就是感觉上面好像就是在当地造成一些治安上面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暴力侵害少女这些恶性事件所以希望这个驻日美军向受害者做出一些道歉跟赔偿。那再来看看这个中美是不是现在上升到太空战？这1-2天有这个消息就说好像在美国南方的夜空有很多目击者发现说，前几天不是在讲说什么无人机吗？那最近他们又讲说，现在还发现了火球特别是在这个纽泽西州还有美国的东北部，最近出现大量的这种无人机事件之后，又看到了这样的火球。他说这可能又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是不是中国大陆的人造卫星跟大气层相撞的结果产生变成了一个巨大火球，在美国的东部上空看到了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太空战也引发了这个美国的注意他们就讲说其实呢
美国的前太空人讲说，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驾驶私人飞机的时候，差点遇到2颗高速掠过的金属球体，那连雷达都捕捉不到啊，所以绘声绘影的讲说，现在可能有太空武器之类的嘛。那美国自己要部署这个太空部队说要针对大陆卫星通讯的干扰。那他们说，现在新型的卫星通讯干扰器已经研发成熟，未来几个月呢，可能在内部会部署第一批这个设备，可以干扰这个中国大陆的卫星发出的讯号所以现在中美已经打到了太空战去了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老师。马英九这几天在成都啦，还带了台湾一大堆文化人，比如说杨度啊，在那边开座谈会，大声的呼喊说，中华文化在台湾面临很大的危机，快完蛋了。那后面是什么意思呢？他在中国大陆示警，然后指出台湾现在很严重的问题。但我对他这个动作，他的内容我是同意他指出这个危机，但对他这个人，对他这样的方式，我是很有意见的。台湾曾经是包括中国大陆那边都很羡慕啊，说中华文化保留在台湾最好。我们还有说文化复兴运动，马英九天天在那边耍他的毛笔字，引以为傲。为什么今天在台湾会面临中华文化的危机？你马英九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吧？你在做总统任内，你那个教科书课纲你不改，你要纵容台独，你要两面讨好，你对那个绿的你想通吃，然后把自己绑进一种很无谓的绿的只直接外省人有原罪感，根本没有超脱，你没有一个更高的视野，你甚至是愧对历代那些先烈。结果呢，在你的任内，让台独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更壮大，你是危机的最大制造者。你如果真有心，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公开，也许不好讲吧，不好这么难堪，你跟老共承担，说为什么造成这样，你当时犯了什么错误，从这里面找出具体的方法，看怎么解决，而不是在那呼喊好像忽然间来跟对方送个礼物，这个不是很欺人吗？你是自己做的，忽然间你从一个加害者变成一个受害者，在那边喊，然后这么争功，其实蛮恶心的。光这个态度，如果老公都看不清楚，那你听他你就惨了。为什么？他那招说什么送熊猫？你今天真的问问在台湾，那个熊猫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时机已经过了，曾经来过，那个新鲜感都已经没有了。你没有想出更好的招吗？而且你这个都是我刚刚讲，你没有好好检讨。我相信从你的经验检讨，一定能够扎扎实实提出有效的方法。你最了解台湾呢，你犯了什么错误，造成这个后果，你自己最清楚，这个才是正办。你这边忽然间要搬救兵，把熊猫，现在大家都非常保护动物了，而且中国大陆慢慢很多地方的熊猫就慢慢就收回去了，而且台湾已经有了。你这个老招式用老，就表示你这个人这便宜行事。所以我是觉得说，他指出这个问题当然是个问题，可是今天大家如果听马英九的，那就完蛋了。你做表面工作可以，你可不能当真。至于现实，我是觉得这个实力原则了包括朱立伦啊，最近都很多都这个蓝的就开始变了。为什么？老共现在实力展现了。你刚刚提到那个，我看那个歼轰26是歼带轰，很厉害啊！我看那个6000公里啊，它半径如果半径可以3000啊，这个6000那个飞弹还可以打1000。我看那个讲了非常非常细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不止这样，你是打开中国大陆3不5时，比如我今天又看到了一架跟那个英国的航空母舰吨数一样的，不是航空母舰好像是个2栖登陆舰，马上就要下水了。一个最新的隐形的护卫舰又要成立了，更不要讲美国天天要打那个什么超高音速，每次都打不成，老共已经弄了好几个。前阵难得美国他打了一个5点多马赫。老共马上弄一个6点多，而且以前2-3年前就弄好了，随时就是镇压他。所以根本还在讲说第一岛链有什么好比拼的？第一岛链早就他们已经罩不住了，派一个车看都从冲绳就撤到关岛去了。那这些对台湾岛内有没有影响？实力就是一些过去很多不要讲绿的，很多蓝的也是政客是很投机过去是不反中不反华，但他也反共。最近开始投机起来，马英九是最典型的投机分子吧？所以老共你要是听他的，你就头壳坏了。这个就是实力，这实力之后自动就摇摆。包括朱立伦最近都比较上道了你看这次表现这么良好，所以我是说，今天两岸这个危机，
就是因为第一个，包括中国大陆也应该批评，你当年寄希望于什么？跟那个国民党那些早年那些腐败的，好啊，这几年在野之后，至少像前几天打了一架，展现一点士气，这才是正办嘛。在台湾跟那些跟那些烂台独，他根本就不讲理，马英九还在故作英明，好像展现雍容大度，完全是错误的策略，刚好是养虎为患。这2年就很清楚了，对内就是展现实力，外面如果老共你帮不了人家忙，就跟他讲说这个是正办啊，好好的把这个实力展现。台湾的问题就是美国问题嘛，美国问题搞好了，还有什么台湾这台独问题？那些什么黑熊烂熊那些是什么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把问题搞清楚了，就那个不弄就冒一只猫熊来，哎呀，我说你这个家伙实在是讨这一届便宜，然后慢慢作秀，欺骗性很高，大家要警觉。好，来请教吴崇涵老师。其实我们讲这个熊猫外交，中国大陆熊猫外交很早了，从1957年开始，这个毛泽东就送给了苏联这个平平安安的哈，希望平安。不过他其实支持这个中国大陆核武发展，希望苏联支持核武发展。那其实后来中国大陆也送了很多熊猫，陆续送了9个国家。那两岸在谈熊猫，其实最早在陈水扁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陈水扁的政府还记得，大家如果记得犹新的时候，他用许多原因啦，说你这熊猫饲养不易啊，又花很多钱啊，对不对？台湾也不会养啊，甚至那时候立委的黄世卓说这个熊猫很像特洛伊木马，所以就冠上了特洛伊熊猫啊。什么叫特洛伊熊猫？熊猫进来打开会士兵跑出来嘛。后来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吵到2008年，马总统当选之后，他就开放，就说好，然后熊猫要来哈。那当然那时候郝龙斌郝市长就盖了，用跟星光合作就盖了这个，像那时候很多人满满的。2009年我还记得刚开幕的时候，哇，大排长龙。开幕那一天我还去连线呢。所以翟轩你目睹了这个盛况，所以这个熊猫的热潮从此在台湾就非常的火红。那我们就不姑且讨论这个熊猫接下来进来的热度是什么样，我相信它跟前面的热度可能会不一样啊，因为毕竟台湾我们看了很多熊，还有第2代那个尼亚都生出来了。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熊猫可以带来我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这种软实力外交一直是一个我觉得促进两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虽然熊猫感觉新鲜度不够，但是现在我想满城在去中化，只要讲到中国的逢中必反的这种氛围底下，用熊猫这种所谓稍微软性柔性，而且熊猫这么可爱，对啊，对不对？大家看到之后觉得哇，还是有一种高兴的成分。你就不用讲台湾，其实美国人看到熊猫也是很高兴。你看他们这个华盛顿 DC， 2022年我在那边访问的时候，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个熊猫，还是很多人美国人喜欢看啊，对不对？他们还有卡通叫功夫熊猫啊，对不对？所以代表说熊猫它带来的意义，除了是我们把这个降低这个军事的感觉，这种冲突太明显的时候，用这种软实力的一种我们讲交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性啊。特别是我还在讲，现在这个台北市政府还要提出这个叫三猫计划三猫2.0，就结合了什么大熊猫、猫空猫懒这3个而且还配合国立政治大学我们有 USR 这个在地协力合作计划，希望把这个三猫计划能带到这个地方上带给台湾所有老百姓，不一定台北市啦，你只要来这个所谓的文山区你就可以享受第一个，你看熊猫嘛，对不对？如果有新的熊猫进来，更好啊！有新的熊猫来，再来是你可以去猫空喝茶你可以了解说，猫空的文化是什么，茶叶的种类是什么，最后做猫懒，最后呢再来国立政治大学走一走，爬爬后山，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我现在配合现在还有盖捷运我不知道盖多久了，对不起，但是我们现在门口已经有捷运喽，以后是政大站从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政大会盖捷运，现在有一个站要出来了，所以代表说台北市在一个扩张，在变成更好的方向往前推进的时候，我觉得熊猫还是有一个加分的作用啦。我最后还是要讲特洛伊熊猫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接下来民进党会怎么反，他可能会说，我们养不起或者是我们付的钱，因为熊猫租借要钱，美国也是花了每年100万美金把钱给了大陆，然后纽约时报就有篇文章说，中国大陆把这钱拿去或盖什么高速公路、盖铁路我觉得民进党政府接下来可能会讲你接下来钱花去哪里？我们给他们的熊猫租借费，他们是不是拿去造飞弹对准我们这个有可能尤其这种麦卡锡或这种逢中必反的氛围之下，我觉得有可能会用这种来反新的熊猫过来。
沈伯洋搞不好会用对马龙那一套，就说啊，说马龙可爱就是被统战，那接下来说熊猫可爱也是吧？对，有名猫效应啊。对我讲一下哈，我非常认同我们郑老师讲的哈，我觉得这个，但是我现在要稍微分析一下哈，这个他提问到民进党去中化能成啊，那个去中化可以要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民进党干掉那个中国国民党是易如反掌了，现在已经透过事实来证明的了啊。这个不管怎么讲啊，也就事实。另外，民进党的话要干掉中华民国，其实这个也叫反中化嘛，其实也没有很难了啊，只是说是不太敢而已。要不然的话，基本上的话呢，视为无物啊。因为我平常都跟年轻人相处嘛，他们也基本上的话，对于中国国民党呢，就是厌恶到极点，然后对中华民国感觉上很陌生的啊。虽然拿的护照是中华民国，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有关于中华文化的话呢，我觉得民进党本身有一部分人，少部分人很独断了。很极端，他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的，还有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的。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对中华文化可是基本上要反对的哈。那我相信马英九讲的话呢，这个仔细缩小他自己的话呢，就是他应该要厘清一下了啊。我之所以很认同郑老师的观点，我认为马英九呢对大陆没有讲出实话来。马英九没有讲实话呢，他经常呢就是说喜欢抢风头。我不晓得马英九是怎么样的心情啊。就是说句良心话哈，我们外省人到台湾来啊，没有一点罪恶感，我们是难民啊。我们基本上难民，就像是台湾很多难民跑到美国去一样，这一样的道理嘛。啊，我们会追求好一点生活，所以说这个马英九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隐隐晦晦的，当总统的时候呢，就制造出这种感觉，我都非常不喜欢啊，非常不喜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不喜欢，所以马英九他自己本身啊，只有他自己，就没想到别的人呢、因为对大陆要讲实话，你带着青年访问团啊，我自己一直在强调，你去大陆访问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把终极统一的观念说出来，你要把和平主义的观念说出来，你要强调这个学生化的，除了去好玩的好吃的啊，要怎么到这个哈尔滨去好玩啊，到成都去当然好吃啊，这些之外的话，你要叫学生读书啊，你要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啊，你要强调这个对于传统文化要有基本认知啊，没听过，从来没有听过，反正就讲出一句有水准的学术界的话，还号称在政大教书，当然我们两个都在政大出来的哈，就是说，我说感觉上，我对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我在喊话了，我对马英九没有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但是我总是觉得说，目前的情况，如果马英九没有做这个事情，那就进入第二个题目了，就是大陆现在的辽宁舰什么的，辽宁舰是瓦良格号改的、啊。它本身来讲的话，三艘航母里头，山东舰跟福建舰，他们各有不同的突破。辽宁舰是原来最早先的，从这个苏联那艘旧船改的，改了现在要放这个歼35。这个歼35大陆的军事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听过歼20啊，我们听过歼35，我们听过轰20啊，我们听过直20，现在又我们还听过东风26，现在冒出一个歼轰26。我的天哪！你这个整个力量的发展的话，所以这个讲到第一岛链还有什么问题啊？毫无悬念啊！大家要了解啊，本身来讲、啊，台湾目前的处境啊，就美国要我们去送死，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第一岛链，美国人自己都撤退了，所以大家心里要想清楚啊。我认为啊，马英九这个时候到了该往前加一步力量的时候，该说明啊，两岸中央统一的这种想法，你至少要把这个理论说出来嘛，大家可以讨论，大家可以辩论一下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对，马上突破一下。